我们最近接到很多的，就是一些请求啊，就是一些那，但是就发现有些时候大家对怎么样去跟 AI 讲话，还是会有一点的陌生或是害怕、恐惧。然后他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弄一些有东西，教大家怎么样去利用这样的工具去帮忙去跟AI 可以畅问畅答。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听雨。大家好，这样有声音吗？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刚刚刘大有讲过说，因为我们很多同仁其实在一开始要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开始讲话，那也很难描述说自己的痛点可能在哪里。那我们这个做了一个解放灵感的拉霸机，就是同仁们可以快速的把自己可能平常在做的业务丢进去，让 AI 帮你想说可以怎么样子结合 Google 的 Workspace 的服务，一起产出一道可以自动化的流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那下面就会开始介绍说我们是如何做这个架构的。然后像下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有 prompt 就是食材，然后 AI 会担任你的厨师，然后利用 Google Workspace 的厨房工具的产品帮你炒菜。然后会提供一些简单的内容作为试菜，最后你再把一些它产出的 prompt 送到你的自己Gemini上面，它就会呈现一个大菜。好，一下子做说明。好，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工具？像我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同仁不知道怎么样开始下手。那因为 Google Workspace 整个署内都拥有这个服务，那其实它旗下有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像我们平常在用的 Gmail 啊、Drive 啊、Google Docs 这些等等的都是工具。那他们其实都后面有一些程式是可以串在一起的，但我们可能一开始都不会有这个都想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AI 来介入，帮我们产生一些灵感。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厨房哦，就是我们同仁呢进到这个厨房之后呢，可以先选自己的科别，然后他会已经预设会抓上那个全球资讯网的执掌，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下面框选的区域写自己的平常在做的代办的业务。那 AI 呢，我们这边是用 Gemini 的 AI， 它会帮你依照你刚刚写的内容跟你的执掌去产生4个小菜，然后那个4个小菜呢，等于是让你快速的先了解它有没有符合你的预期。那如果没有符合预期的话，其实还可以再重新拉霸。那重新拉霸之后，你就是试到你想要的内容为止，然后再让它产出一道大菜这样子。那我们的内容呢，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执掌的部分，我们是抓同仁通讯录上面的注记。那如果注记写的不够清楚，就希望同仁可以在写清楚下面的那个输入框。然后厨师的话呢，因为我们需要再把 AI 叫出来产生这个灵感嘛，那这个厨师其实它是存在在那个 API key 里面。那 API key 的话，等一下也是会稍微大家怎么样子做申请，因为每个同仁的 Gmail 都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 API key。好，然后再往后讲。点菜的话呢，就像等一下画面会示范，就是有一些下拉选单，就是很快速可以使用，然后再输入你的任务，勾上要不要执掌，然后下拉霸。那prompt 的话是等于食材，因为 prompt 它是有点像是产生工具前的一个提示词。我想大家应该很多都已经在使用 AI 服务的话，会知道 prompt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就是提示词。那同仁点菜的话呢，如果要写一个好的 prompt 的话，其实是需要讲你的业务的整个脉络。那像左边这个汇整各县市的疫调表单等等的回收状况，这个会是你一个完整的流程，它会相对让 AI 好理解你可能会需要什么内容。所以像右边这个，如果单纯只写 to do list 的那种行政事项、代办事项这种比较简单，只有带有名词的内容，它其实不会懂。所以其实欢迎大家是用一个有主词、动词、名词的这种完整句子来跟他说话。那
我觉得刚刚这些我差不多都讲完了，那我再往后直接做一些相关的 demo 好了。好，然后主要做稍微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厨房它是网页，那我会让它把那个 API key 只存在你的网页之中，会相对安全。那在进去的时候，因为可能同仁会觉得，我下拉选单有选我的名字，可是为什么他会不会有这个疑虑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但不会，因为我特别有把那边隐蔽，那个只是作为你下面相关职掌的代入而已。那再来，通讯录上面其他的个人个资也不会出现，就是 email、电话、分机等等，这也不会出现。好，然后因为这个工具只会在本属内的一个网路，所以它不会出去外面，所以也请放心。好，然后现在是要来下厨实境秀，我就直接开这个工具跟大家说明。好，这是一个拉霸机，然后左边呢需要贴上你的Gemini key，那我们可以先去申请一个 key。好，然后这边看得到这个方框的功能，就是让你复制这个 API key。记得这边要选 Free Tier， 是 Free Tier 就是免费方案。好，那它就预设会载入一些你可以使用的模型，但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文案类的东西，其实选用 Lite 就可以了。那再来可以选 Flash， 记得不要选到 Image 相关的，因为我们是产生纯文字。那它这个输入进去之后，它就会储存在你的浏览器上面。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业务情境部分，业务情境部分这边它就会抓取通讯录相关的单位。然后你带到单位之后，它就带到科别嘛。那因为现在本班还没有科，所以我们现在是直接这边选，然后这边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同仁名单。好，我就是随便做了一个业务的撰写，我就说我是要进行教育训练的报名，开放报名。然后不知道同仁有没有开喇叭，我这边还做了一个音效，然后他就会再来一次。啊，可能没有办法收音，好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对，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它会帮你生成相关的。怎么跳掉？就是那个断掉，后面断掉。这样子有吗？有啊，有在动了，有在动了。好，然后它这个拉爆完之后，它就会帮你就是随机的产生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你可以判断说这些有没有符合你实际上业务的需要。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帮他做锁定，就是右上角有一个小的锁头，你可以按上锁定。那你如果不喜欢另外两个，你就继续拉。哇，我现在额度满了，好，总之可以继续拉状态。等一下，那我换一个 key 哦，稍等一下。就是也不要太以为自己的额度太多，然后就一直拉。我想一下哦，可能要换一个 key。就是大家可能手边也有不同的 Gmail， 也都可以去申请不一样的 key 这样子。那如果你手上有一点资金余裕的话，也可以用付费的。好，我们给他一样的题目。好，然后好，假设这些都是我想要的内容了，我可以再按一次展开。那他还会再把这些东西送去给 Gemini 思考一次，会产生的一个你可以在日后使用的开发计划。那你这边可以看得到说，哦，这样是一个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
系统或自动化的流程。然后你可以再浏览一下里面的流程设计啊，跟它可能会取用的一些相关 Workspace 的产品组合，是不是你可以使用的？那他也会跟你说，我可能里面会需要什么样子的栏位，你有没有手边有这样相关的素材资料？好，那这边都下面以下是一段 prompt 会需要贴到 Gemini 去使用，我等下会示范。我是先稍微带大家浏览一下，往下看这样子。那最后面其实是有风险跟替代方案的，这个尤其是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因为有一些内容我们可能就这样子会送出去给外面，所以你可能就需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个资等等的，如果你有预先需要处理的，要处理掉。好，那做法就是把这一段实作 prompt 的部分，因为我现在就是先 demo， 我之后还会再增加一个那个可以让你直接一键复制的功能。好，把这一段贴到你的 Gemini 上。你就复制，然后如果你这边有 Pro 可以取用的话，建议都选 Pro。提交，然后 AI 就会开始帮你想，你这个开发计划的话要怎么样实际呈现。好，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开始跟你说你有什么样子的程式码可以写。好，他就会给你一些内容。那假如说你不知道这个程式码要贴到哪里去，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对话。比方说，我知道你刚刚说的这些内容，那请问下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处理？我要贴到哪里去？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能需要安装什么，然后到了哪一个地方，你可以跟他说我需要详细的步骤说明，然后他也会跟你说，他就会罗列出来跟你说这样子。那以上大概是这次的 demo，然后我们回到简报。好像宕机了。好，就是之后简报大家都看得到嘛。那我其实也有做一些相关的截图，就是大家回去可以复习。就是希望有这个厨房之后，大家可以常来逛逛，来这里炒菜。那因为厨房还在整修中，所以我们预计下礼拜一正式营业。谢谢大家。先谢谢金宇啊。那我要不知道现在那个跟那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就是有一个问题是拉巴基入口，我们星期一的时候会贴在咖啡上面，然后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就是到咖啡那边去点击那个我们今晚就要推出的链接。我补充说明，就是之后会再上线一个那个完整的 demo 的影片，就是供同仁做教学参照这样子。API 怎么申请？可以再慢慢讲一次，就是好，我再 demo 一下 API 申请的部分。你到网页上面找 Gemini Key 就可以找到了，然后点进去之后 Get Start，然后这边左下角记得登录你的 Gmail，然后这边有一个 Get API Key，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右上角选择 Create API Key，然后这边 Project 你就是随意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就 new project create， 好，然后它就会产出一个，因为我之前已经产出过，所以就没有。好，假设它这样子已经产出出来了，你就点这边右边有个 copy API key， 就可以复制到你的剪贴簿，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做贴上。好，大致上是这样。然后我拉霸机的部分也有。刚补充说明，就是 API Key 这边我也有坐在拉霸机的旁边，就是这边有一颗按钮，如果大家忘记连接的话，这边也可以点。现在有个问题是说，请问不同的 project 要申请不同的 API key 吗？还是那是 Unicode？对啊，就是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免费载哈，那你可能就是你在试用的过程当中，那你可能只申请一把那个 API key，那就想要在到处都可以使用，但是就是那个就是在免费的阶段的时候，那可以这样做。但是假如说你今天是有氪金跟没有氪金的专案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分，或者说你要知道说你的不同的 project。那使用这个 API key 用到什么样的额度，你要把它区分的时候，那就可能要使用不同的，就是要开不同的 project， 然后在那个不同 project 里面去开不同的 API key。不过同一个 project 下面也可以开不同的一个 API key， 好，那这是一个管理的问题。然后另外要小心的地方就是你这个 API key 啊，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让人家直接可以读取得到，因为有些的专案，我看到就是其实就现在有很多你可以去搜寻一个叫做就是免费 API key，然后在 GitHub， 那这些的所谓的免费是因为使用者不小心把自己的那个 API key 就直接签在网页里面，那导致于说被这些有心人士就捞出来，那这样万一说你这个是免费的 API key， 那就算就是顶多让你自己很快你的额度就爆掉。但是万一你这个是付费的那个就是 API key 的话，那等于就是你给人家就是可能会拿来说，比如说养小龙虾，或是做一些有的没有奇怪的事情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使用 API key 上面要稍微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可能要放在一个就是像是一个独立的目录或是档案，然后就是可能会像是会有一个点 env， 或是说那你这个API key 是像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使用这个喇叭机的时候，你再把那表 API key 贴上去就好了。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只有你一次性的使用，那它不会就是存在这个整个网页里面，然后可能会被搜寻引擎或被其他的有心人士去捞取的。有一个提醒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使用习惯，他会把那个浏览器的浏览记录删掉，然后一些 cookie 等等他会删掉。那这时候可能你的 key 会需要重新输入，所以就是大家有 key 的时候就自己再把 key 保管好，然后如果忘记的话，就回到刚刚那个API key 的页面，就再复制一次就可以了。就是说，那大家可能就是下礼拜一我们在开放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因为这个就是停鱼做的这个就是拉巴机啊，它其实同时做了好几次的那个 API call，就是它有好几个区块，就是都会呼叫一次的 API key，但是就是在那个我们现在假设要当一个快乐的免费仔的话，那就是避免说造成说好像我怎么用一下子就不能用的话，那在模型选择上面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会是建议，你选用就是 Gemini 3.1 Fresh Lite， 就是在这个荧幕上面的这个模型，因为你假设没有 Lite， 就是3.1 Fresh、2.5 Fresh、3.0 Fresh 的话，你大概一天整个最多是25次，然后就爆掉了。然后或是你假如或是说你假如愿意接受稍微那个笨一点的模型的话，是可以用Google 的 Gemma。4的那个31B 或是26B 的模型，它的能力跟3.1 Fresh Lite 差不多，只是说它不会去做额外的syncing，或是说做额外的就是网络搜寻的。
但是它的额度会更多一点点。然后3.1 flashlight 一天大概是有1500次那个500次，那 Gemma 的 4的31B 跟26B 在1500次，那大概可以足够一般一天上班的一些 API 的一个 calling 这样子。好，那大家记得就是扫个 QR code 进去，可以到我们那个AI 办的一些相关连结。那我们会把之后更新的讯息公布在 Oasis Cafe 上面。那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早上问体育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 style 就是我相信大家就觉得他的风格都是很统一啊，包括那些就是那些图片啊那些形式，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稍微讲一下说，哎，这个图片啊是怎么去做的？那些用了什么东西去生成，这样子如果去控制它那个生成的这个就是它的稳定度到这么好这样。快速的review，大家讲一下，可能之后可能开一个类似这样子生图的稳定的一些小技巧。那我先初步讲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一张图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图丢进去 GPT， 然后或是 Gemini 问他说，图里面有什么比较主要的颜色？像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主要色系可能是绿色啊、咖啡色啊等等。那绿色可能就有分浅绿、深绿。那它可以帮你协助在图片上解析出来相关的颜色跟提示。你可以要求他提出相关的色码，然后你就去判断说，那你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颜色，或是网络上有一些 Chrome extension， 它也有一些滴管的功能，可以帮你把颜色滴出来，然后它上就会有一个色码。那我们就将可能3、4、5种的色码放到 Gemini 的对话框里面，跟他说我想要利用这几个色码，然后产出一个什么样的图，然后记得选取那个Nano Banana。那让它产出对应的图，然后在产出图之后呢，你可以想要再延伸产下一张一样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想要跟上一张风格一样。那如果它风格跑掉的话，你也可以再重新在附件的时候提供它去做参考，然后就一直迭代，就是慢慢修、慢慢调。所以其实这是一张一张生出来的，就是每一页都是不同次的生成。那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会稍微一点点颜色会走一点点，但其实大体上就会相对稳定。对，你看也可以观察一下左上角，这每一个 slide 其实都是那个方块大小，都是还是会有点落差。对，那这个的单独一张一张生的好处是会比Notebook LM 上面会相对的怎么讲好管理啊，我好去配每一页的大纲。那大纲的话，其实就是最早要产出的素材，就是我会先跟不论是 GPT 或是 Gemini 先产出我这次要报告的大纲，然后再把大纲一页一页给Gemini 的 Banana 去生图这样子，然后 GPT 生图也是一样的做法。那大家假如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就是下周一就是记得再到我们免费展，让他把那有没有额度限制？在这假如是免费展的话，就是让他把那的话，它有额度限制，大概一天3到5张图吧，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你假如要再多那个就是多用的话，那就是就是。ChatGPT 的那个免费展也有大概3到5张图的每天的额度。那另外你还想再多增一点点的话，就是在刚才就是我们申请 API Key 的 Google AI Studio 里面，然后你去选那个Banana 2的模型，这边也可以有大概是4、5张的就是图片。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增这样。我补充说明哦，此时此刻2026年5月15号，现在最好的生图模型是 GPT， 所以大家可以优先使用 GPT， 然后再用 Nana Banana。好，就是此时此刻啦，因为 AI 的模型是一直迭代的状况，所以我也只能说，现在目前最好，我觉得最稳定的模型其实是 GPT 的生图。谢谢婷宇哦，那因为其他很多，包括微软，其实它有一个 Microsoft AI 的里面有一个深度，然后你只要用 Meta AI 的话，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 AI 工具，它也有可以生图啊。那但是你可能会面临到说，你用不同的这种免费的那个图台，那个风格就不容易去控制到非常的精细的问题。然后这是一个缺点。好，那假如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就是礼拜一就是在我们的Google 圈里面就可以记得准时去收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布的连结。好，那就是谢谢大家，那下周再见，拜拜。